大家好，1个月之前我详细分析了为什么哈雷梅伊一定会完蛋，而且在下跌的时候我坚定补仓。这几天一切都实现了，哈雷梅伊和伊朗高层全部被一锅端。金矿 ETF GDX 涨到历史最高点，军工 ETF PPA SHLD 表现也都不错。我在昨天止盈了大部分黄金和金矿的 ETF 非常爽。我准备开始布局战争之后更好的板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如果喜欢我坚持给大家做发财思路的朋友，请动动手点一下订阅和赞。重要提醒，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是投资建议。我选的股票 ETF 都是通过深入思考和逻辑推理出来的。我希望你把我的影片看完，再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现在快速梳理一下战争局势，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投资方向非常重要。2月28日周末，哈雷梅伊和几乎所有的伊朗高层在美伊联合的史诗之怒中全被杀。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就进入了疯狂的末日模式，就是中下层军官按照预设方案开始无差别发射导弹，制造混乱。结果，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等的几乎所有的海湾国家都遭到了伊朗的袭击。英法德已经宣布参战，而且沙特阿拉伯也准备要暴揍伊朗。沙特阿拉伯是逊尼派，它其实就是伊朗的死对头。所以要想从这次战争中赚到钱，我们必须关注一个核心的变量，就是战争什么时候结束。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战争如果结束的早，比如2-3个周，那黄金、石油、国防这些板块就会迅速回落。但是如果战争持续2-3个月，甚至大半年，那这个问题就会变得相当的复杂。军工、能源板块可能会持续大涨，但是其他的板块就特别惨了。因为油价居高不下，就会点燃通胀，美联储降息无望，所有的成长股、科技股都要大幅下跌。所以这个战争大约什么时候结束，就直接决定了我们什么时候重新入场配置资产。特朗普说基本是4个周。国务卿卢比奥和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发布会中提到，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摧毁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武器生产能力，还包括海军力量和设施。至于能不能推翻伊朗政权他们认为是副产品，关键还是看伊朗人民。现在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全部被封闭了，而美国说伊朗海军已经全歼了，大家不用担心。但是现在的油轮其实还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不敢进去。主要原因就是现在世界的各大保险公司不让他们通过你自己过去是可以的，但是出了事儿，保险公司不保险。而且刚刚的消息，中东油轮开往亚洲的石油报价是每天45万美元。所以以高科技制造为主的韩国股市上午就大跌了 6%， 日本跌了 3%。 这就说明这个市场非常恐慌，他们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持续要多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封闭到多久。但是从另外一些消息推测，也有可能这次战争会在4到6周结束。主要就是英法德、沙特还有海湾国家都会参战，而且美国现在用的是战争 AI， 只要伊朗导弹车发一次导弹，美国卫星 AI 就会追踪他们的轨迹， F-35B2 轰炸机就会直接把他们消灭掉。而 AI 产业链也是我在后面会提到的重要的投资标的。大家注意， AI 能够帮助美军消灭恐怖分子，同样也可以被坏人用来窃取我们手机的信息和隐私。大家现在买美股用手机就可以搞定，但说实话，投资相关的账号密码全存在手机里其实相当危险。我自己在外出或旅行时一定会先打开 Surfshark VPN， 把各自与隐私保护起来。Surfshark VPN 会替你建立专属的加密隧道，隐藏你的浏览内容与 IP 地址，无论是网络服务供应商还是骇客，都无法窥探你的上网活动。外出上班或旅行时，我真的强烈建议在连接公共 WiFi 之前，先开启 Surfshark VPN， 避免骇客窃取手机中的账号密码与个人隐私资料。只要开启 Surfshark VPN， 就能自由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国家与地区的 IP 地址，解锁因区域限制而无法观看的奈飞内容、投资资讯网站，甚至还能看到不同国家的网络优惠价格。现在前往 surfsharkvpn.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即可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Surfshark VPN 一个账号即可全家共用。我个人最喜欢的是 Surfshark Alert 功能。若你的电子邮件账号或信用卡资料出现在暗网资料库，系统会立即通知，让你及时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资讯栏连接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Live，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 让投资与上网隐私更安全。好，感谢大家支持，手机安全大家必须重视。所以现在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一个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如果战争持续升级，加之伊朗国土太大，无法及时消灭藏在山里的导弹发射车，最终导致霍尔木兹海峡从现在开始封闭几个周，甚至1个月以上，那就会导致全球的油价上涨，紧接着就是美国物价上涨，
降息预期破灭，美元指数上涨，黄金下跌。所以大家看现在的黄金可能也会下跌，短期是避险，但是长期的话，美元一旦涨息，它就不避险了。所以在最差的情况下，战争升级会利空科技股、黄金，但是利好军工、石油。我之前提到的 SHLD、PPA 军工 ETF 上涨的趋势可能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前的几个周，之后会冲高回落。所以现在大家如果加入的话，可能风险是比较大的。关于黄金，我是长期看好的，但是这一次战争提前就把金矿 ETF GDX 推到最高点，而且黄金的 GLD 已经涨得差不多了，战争溢价市场已经吃完了。所以周一我就出了一部分，拿着现金，看着情况，等到股票大跌的时候再买入各种非常便宜的大跌的股票，这个就是最爽的部分了。好了，最关键的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战争结束，那应该怎么投资？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是二战珍珠港、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标普的走势。这些图表就说明在大战之后，美国的股市他们都会涨，而且涨得都比以前更加猛烈。这个就是战后之后的重建周期。自从1950年以来，标普500的重大地缘冲突之后的12个月里，平均上涨是 9%。这是因为每次战争结束之后，全球就会进入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重组周期。结论就是，不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最终美国和伊朗一定会达成协议。只要协议一旦达成，美股就会原地起飞。之前一直没有入场的新手朋友们，你们的机会来了。而已经入场的高手，现在就是在等待时机进行扫货。我的策略就是把资金分成3到5份走一步看一步，看市场的下跌程度，慢慢买入。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不买，等大家不恐惧的时候就没有你的机会了，一定是暴力反弹。我自己推测这个战争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伊朗它现在已经没有了海军，没有了空军，而这些导弹发射架已经在美国战争 AI 卫星的监控中一个一个被摧毁。一旦伊朗失去了大部分导弹发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那这个美股反弹就会更加猛烈。而且这次反弹它会叠加2个超级趋势，一个是战后重建，另外一套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AI 基建、电网升级、关键矿物、石油天然气这个能源供应链的重组。所以我思考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战争结束，避险情绪消退，资金它会从这些石油国防板块、黄金都会流出，然后重新流入 AI 芯片、AI 基建、电力板块、铜矿、公共事业基建等等的，这些板块都是有真实的基本面支撑的，他们都是在赚钱的，而且是持续赚钱不是炒概念。好了，逻辑讲清楚了，那我们在这次战争之后的投资方向就可以分为2类，稳健型和进攻型。对于岁数比较大的或者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低的稳健型选手投资 ETF 就可以了。主要是投资 AI 无法改变的产业和美国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急需的产业。第一个就是公共事业的 ETF XLU， 这个是电力公司集合，不管谁打仗谁建数据中心，这个电都得用，而且未来3年美国会非常非常缺电。公共事业在利率下行的周期和避险环境中表现都不错，股息每年都有 2.8 到3左右。第二个就是基础设施 ETF PAVE， 这个涵盖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公司，包括桥梁、公路、电网升级、水利建设等等的。美国2党在基础建设投资上是有共识的，不管谁当总统都会推。第三个也可以看一下铜矿的 ETF， 比如 COPX。 摩根大通预测2026年全球精炼铜矿缺口是33万吨，铜的主要需求来源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电动车、电网基建3重叠加。很多人给我留言说想给孩子做一个放着不用管的投资组合，这个组合的核心就一定不要忘了是 SPY、VOO、QQQ 这种的必选的大盘指数，也可以加上 AI 半导体指数 SMH， 最近大跌都是机会。配置完 ETF 也要配一些个股，个股的波动最大，但是收益也会更高。 AI 是一个最大的方向，而且这次战争已经把 Anthropic 的 Cloud XAI 都变成了军工股，所以这次反弹 Palantir 就非常厉害，单日涨了 6%， 放量突破。但是这种股票大涨也会大跌我的风格是比较稳健的，喜欢慢慢赚钱，持续赚钱，所以我选择都是比较稳的方向。这个就是 AI 的基建方向最近英伟达下跌了快 10%， 但是财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现在的英伟达的估值比以前更加便宜。
所以我会分批再次买入。谷歌也是一个道理要加仓。电力方面就是龙头 GEV， 还有石油、天然气、电力、基建龙头施工的一个公司叫做 PWR 广达服务，他们基建的时候要使用铜线，铜线就要买入南方铜业 SCCO。 现在 AI 建设还有一个板块比较火，那就是光模块，有些中小股票几个周就翻倍了，非常恐怖。我比较稳健，喜欢中大型公司，所以我看好了一个股票是康宁玻璃 GLW。 康宁玻璃大家都知道吧，它是苹果、三星屏幕的供应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光纤制造商之一，有170年的历史，护城河非常深，美国本土制造。康宁如果回调，我会持续买入。我的逻辑就是市场不怕战争，市场怕的是不确定性。一旦战争的方向明确，市场就会开始进行战后复苏的定价。希望这一刻赶快到来，战争赶紧结束。当然我必须给大家提示一下风险，我可没有说今天或者是明天你一次性全部买入因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都不知道，整个股市到底下跌多少我也不知道。未来是一种量子物理，一种叠加态，大家都看不清。但是之前我已经说了，方向不会变。战争之后 SPY、 标普500、 QQQ 它们都会大幅上涨，而且下跌就是机会。关键是你要有现金流要有闲钱不断去抄底，所以一定不能梭哈。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聪明的人会把我讲的这些方向自己去研究，然后等待最佳的时候慢慢买入，而不是像某些酸民上来就喷。1个月之前我说哈雷梅伊要完蛋，要配置黄金，要配置国防股，当时留言区有多少人来喷我，现在都被打脸了吧。我欢迎有理性有逻辑的辩论，这样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嘛。但是不欢迎没有任何逻辑的互喷。再说了，我聊这些东西你还不愿意听，你平常去找理财顾问聊一次，收费都是几百上千刀的，订阅投行研报1年都是2000多刀，我现在免费给大家讲还不收费。所以你的订阅点赞就是我的最大的支持。也非常感谢 Surfshark VPN， 我现在就是用它来保护手机和笔电的数据安全，尤其是用来投资的设备。优惠链接在置顶留言，1个月1杯咖啡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好了，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